一个招手，手心为什么向上？程毅身上那点藏不住的东西。有些东西你越想设计它，它就越假，可偏偏就是那些没被设计过的瞬间，反而最容易让人记住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样。今天这期咱们轻松点聊，但我想聊得深一点。其实我本来没打算做这个。前段时间我在翻程毅的一些活动物料，翻着翻着，注意到一个特别小的习惯，他招手的时候，手心是向上的。就这么一个下意识的动作，我当时啪就停在那儿了，盯着看了好几遍。你别笑，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小题大做，但我跟你讲，做内容做久了，人会有一种职业病，看到一个说不清为什么，但就是让人觉得舒服的细节，就特别想把它拆开。今天我就只聊这一件事，但我保证这一件事能牵出来挺多东西。先说清楚啊，这只是我个人的观察，不是什么定论。招手谁不会？可关键不在招手这两个字，关键在手心朝哪个方向。这不是我瞎编的玄学，这是行为科学里挺基础的一块，肢体语言。人的手掌方向在潜意识层面是有含义的。手心向下招手，那是你过来，带着一点指令感，一点居高临下。你想想领导叫你过去开会那个手势，对，就那个感觉。而手心向上呢，完全反过来。手心向上是请，是邀请，是把自己放低，是把对面那个人当成一个平等的、值得被尊重的对象。这个区别平时没人会注意，但你的身体会诚实地暴露你潜意识里怎么看待面前的人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，你可以训练一个人的台词，训练他的走位，甚至训练他的微笑。但你很难训练一个人在完全没准备、下意识的那0点几秒里选择用哪个手势，因为那不是演的，那是长在骨子里的东西。这话说的有点重了哈，我换个说法，就是这种分寸感，它不是学来的，是养出来的。就像做菜，火候刚刚好这件事，你没法靠背菜谱背出来，得是手上有那个感觉。而且我特意去对了一下，这不是一次的偶然。你看它不同场合的片段，这个向上的习惯是稳定的，稳定才最说明问题。偶然一次可能是巧合，一直这样，那更像是本能。当然啊，这只是我的观察，你们要是发现反例，评论区尽管纠正我。行，这是第一层。啊，对了，说到本能这个词，我得跳一下，因为光讲招手还讲不完整。得再说一件事，你才明白他这个人对表达这件事有多敏感。咱们说回表演本身，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是从港片里来的，港片老导演特别爱用发型给人物做记号。一个角色要黑化，要变狠，要完成成长，你注意看，他的头发往往会从软塌塌挡着眉眼的那种，行话有时候叫妹妹头，慢慢变成利落的露出额头的大背头。这在影视里叫用视觉语言标记人物弧光。观众可能说不出术语，但眼睛是会记住的。头发一变，你潜意识就知道这个人变了。我为什么提这个？因为程毅刚好有一部新戏，特别适合放在这个框架里看。他主演的《受谎》跳出了他深耕多年的古装，演一个叫林燕婷的心理学家，据官方设定是个身负秘密、替父翻案的双面角色。这个戏是金像奖导演陆建清操刀的，走的就是港风悬疑那一挂。凭已经放出来的开机造型看，白衬衫、金丝眼镜、藏青警服，那种清冷、斯文里带狠的质感，一个双面角色，天然就对造型提出了高要求。我得说明一下，这部戏是比较新的项目，我手上的信息主要来自公开物料，具体成片什么样还得等播出，我这里说的是推测，不是结论。但从这个方向能看出来，程毅是那种懂造型语言，也愿意用造型去讲人物的演员。他不是把台词说完就行的类型，这就是用造型演戏。我知道我扯远了，拉回正题哈。我为什么要花时间说造型？因为它跟前面的招手其实是一回事。一个人对手心朝哪个方向这种毫米级的分寸有感觉，
对一个人物该用什么外形讲成长也有感觉，这说明他对表达这件事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敏感。他在意别人接收到了什么，而这种敏感恰恰是好演员的底层能力。那我们说到最关键的一层，为什么一个下意识的小动作，有时候比一整套营销方案还让人信服？这几年行业里有个词叫顶流祛魅，说白了就是观众越来越不吃包装那一套了。以前团队砸钱造势，营销词条一挂，大家就跟着喊，现在不行了。这个行业正在挤水分，那些靠泡沫吹起来的东西一个一个在破。但你注意啊，行业挤水分对靠泡沫的人是坏事，对真的有东西的人反而是好事。因为水落下去，石头才露出来。营销学里有个概念叫 authenticity marketing， 真实感营销。它最拧巴的地方在于，真实感这东西，你一旦营销它，它就不真了。它只能是露出来的，不能是端出来的。而一个无脚本的瞬间，没剧本，没题词，没设计的0点几秒，恰恰是真实感唯一能被验证的地方。观众现在精着呢，他们看的不是你演得多好，是你没在演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人。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下意识的小动作有时候能 hold 住人心。它没法被复制，没法被 KPI 量化，但它比任何一条营销词条都有说服力。说到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我刚开始做 showbiz 内容那会儿，也觉得红不红看运营。后来看得多了才发现，运营能把你推到台前，但能不能站住，靠的是台前那0点几秒里你藏不住的那个自己。所以你看，咱们今天聊了3件事，一个招手的习惯，一套造型语言，一种无脚本的真实。好像是3件事，但说到底，它们指向的是同一个东西。手心向上是把人当人，用造型演戏是把角色当人，不靠包装的真实是把观众当能看懂的人，一以贯之的是认真对待面前每一个人这件事。我做这期之前，老实讲，我也只是把那个招手当成一个挺舒服的细节，是真的坐下来一层一层拆，我才反应过来，原来我之前把它看清了。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。你们可能早就凭直觉感觉到了这些，只是没有一套词把它说出来。今天这期算是我帮着把那份直觉翻译成了话。我一直信一种说法，走得快的人抢的是位置，走得慢的人看得到风景，也让别人看清了他是谁。慢一点，真一点，稳一点。这种坚持不容易，但值得被看见。好，今天这期就到这。你们下次再看他的活动片段，可以留意一下那个招手，看完回来评论区告诉我，你在那0点几秒里看到了什么？